现在呢，就来到了这个侵华日军731部队的遗址。那么这边呢是一个生化武器的一个基地，当时是成立于1935年，然后直到这个苏联红军占领了这个地方，1945年的时候才告一段落。它这个楼梯每一级都特别的高。这边呢是这个部队长宿。我现在呢就来到这个接待室，这个接待一些高官啊什么的时候来的地方。这边的仪式。这里还留下了一些当时的一些石块。那这个主楼呢，有一部分是用作参观使用，另一部分呢是作为办公区域，所以也不是说全部都让你参观。而且呢，它里面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小房间是进不去的，但是它有个小孔可以让你看到里面。那么731部队呢，它主要从事这个生化武器的研究，而且呢还会对人进行一种无人道的实验。就让人暴露在这个病原体当中，或者在高温或者高压的环境下，去观察人的反应，这样来研制这个生化武器。这边还有这个基地的受害人呢，主要是那个中国的平民，还有这个中国的战俘，还有苏联的战俘，还有其他国家的战俘。预计呢有3000到12000人在这里受害，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这边还有一些这个机器，这些机器不知道是干嘛的。这是一个进行结合军实验的一个场所。当时呢，他们潜逃的时候，就是苏联红军占领这里之前开始占领的时候，日军就要把这些所有进行这个生化研究的这些实验室炸毁，来毁灭掉他们做这种无人道实验的证据。所以这个也是被炸毁了，然后又重新修复了一遍。这里有个小门虽然有个小门，但是也不能进去了，因为它已经被炸毁，这重新修复后的样子。它地下呢还有一个地下室，非常深。现在这边的建筑呢就基本剩下就主楼，还有一些修复后的建筑了。像这里的话呢，就是这个细菌实验的一个场所，是全部被炸毁了，然后后面再重新发掘出来。这条是这个实验基地的一个主要的走道。现在这些全部炸毁了，就剩下这样的一个地面的一些建筑，可以看到它曾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牢房，看到它是很多的柱子，说明它就是多的一间小房间。就正如这个复原图所示的一样，它会有很多的小房间在这边。这里呢是这个特色监狱，就是特别设置的，专门是关押这个实验材料的，也就是人。这边呢主要是关押这个男性的，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小小的隔间。这边还有当时遗留下来的管道、水泥管道。这个呢就是按照这个遗址重新复原的一个模型。这边呢保留的还相对比较完好一些，它的墙体还有这个立柱，包括那个钢筋，都保存的还比较好。这边呢是这个8号的特色监狱，是关押女性的。这是保存的比较完好的一个墙体，它是用红砖去做的。这里呢是当时的一个爆破地点，所以这就是他当时要摧毁这个证据的一个铁证。现在呢就来到了这个特色监狱7栋关押男性的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个特色监狱的旁边呢，就是这个焚烧坑，是这个焚烧掩埋的一个地点。
我在这边走着，偶尔就会闻到一种药品的味道，很刺鼻，也不知道是什么药品，它不是酒精的味道，这些好像是各种药物混合的味道，但它不可能是这里才有的，毕竟这么多年了，也肯定得经过消杀，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很奇怪。这边呢，这个遗址的发现呢，也是揭露了这个日军的一些罪行，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原因，很多的参与者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这也是一个很遗憾的一个事情。那么我现在呢，是来到了这个冻伤实验室。冻伤实验室呢，它就研究这个人体在冻伤的环境下怎样去进行治疗。那么怎么样做呢？就是拿这个实验材料，也就是人、俘虏、战俘，将他们故意的将他们人为的冻伤，然后再进行这个冻伤组织的研究，怎样去治疗这个冻伤。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长温度的一个人体实验。这条钢筋呢，应该是上面的很高的一个地方的，然后现在它就靠着这个钢筋把它悬挂在这里了。这边呢还有很多这种铁架，这个是后面建的，就是为了保存这个遗址，防止它倒塌，后面新建了一个铁架。在这个外墙的外面呢，也是有一条这样的立柱，也是可以看到它上面呢靠这个钢筋连接着。这是一个小动物的地下饲养室，培养各种各样的动物，然后把这个病菌注入到这个动物里面，让动物去传播这种病菌。我现在呢就来到了这个黄鼠实验室，黄鼠饲养室。在这个黄鼠饲养室里面，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这种井字结构的水泥坑。当时呢就在这些水泥坑里面去饲养这个黄鼠，利用这个黄鼠去传播一些病原菌。那现在呢这个屋顶的这种木架结构还保存良好，但是上面的这个顶呢，应该是后面更换了这样的一个铁皮顶。现在是应该可以看到它的外墙这种木结构，看得出来是这种，这是一种铁丝网。这条铁路呢，就是我们371部队所使用的，用来运送物资的一条铁路，留下来的铁轨。这边是这个锅炉房的遗址，现在呢也是只剩下这一面墙了。这边呢是刚才从那边走过来之后的这个锅炉房，现在还能够看到这2个烟囱是保留的比较完整的。这里有很多这样的圆柱，好像是地下排气的一个东西，但是它现在没有介绍，不知道是什么。是一个专门制造那个瓦斯的一个地下制造器。哦，哎呦，这边还有个洞口，洞口就可以看到里面了。可以进去，这边呢也有一个门。那么我现在呢也是来到这个毒气实验室这个遗址这里。这个遗址呢其实当时也是已经被炸毁了，重新修复的一个建筑。这个毒气实验室呢同样也是主要是在地下部分，那么现在也是地下部分也是已经锁起来了。这个建筑呢就是这个陈列馆建筑。
在里面根本都看不出是什么，所以我在里面的时候我不知道这里还有个陈列馆，结果刚才出来的时候才无意中看到，幸好没有错失。这边呢也是有很多这些研究的时候用的一些器皿、一些资料，还有一些工具，来对这个美军的飞行员进行这个活体的解剖。这里就是按原貌恢复的一个模型。这是还原了冻伤实验的场景。讲了很多的细节吧，因为这个人体的这个活体解剖，也就是说对他们进行这种冻伤实验啊、细菌实验啊等等的。那实验完之后呢，你怎么去观察这个实验它的结果是怎样的？它不是说让人死了之后然后再去解剖，然后再去分析，而是说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就对他们进行解剖，然后就取他的组织进行对比实验，在显微镜上去观察它的这些组织的变化，这样子来不断的重复这种实验。而且呢，就是后面有很多人是没有遭受到这个应有的惩罚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美国人呢就联系到了他们，美国人知道他们是手里面是拥有着很多的这样一种活体实验的材料的。那么我们知道活体实验是国际是不允许的，但是他们做了，也拥有了这些材料。那美国人呢，为了得到这些资料，就是说，把这些资料给我，我就可以让你免受这个惩罚，免受这个法律的制裁。所以就是很多人现在还担任着一些大学或者说一些大型医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岗位，像这个院长可能是，所以这也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